家好，我是安然，祝大家朝朝如愿，岁岁安然。今天我们去参观一座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亭子，它叫裴公亭。他是唐代一名有名的宰相，他叫裴休。好啦，我们一起去实地看看吧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湖南省益阳市。这个亭子呢，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他是唐玄宗时期的一名宰相，他叫裴休。好，现在我们沿着这条路走到裴公亭里面去实地探访。现在这个裴公亭里面的一些现状和有哪些历史古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走到这个裴公亭的另外一侧门。现在在我们眼前的呢，这个不是裴公亭的一个大门，它是益阳当地的一个广场，在这个亭子后面呢，才是裴公亭所在地。现在我们在这个益阳的这个一个广场叫白鹿湾广场，它后面就是裴公亭的所在地。这个亭子呢，修了有1200多年，但是目前亭子经过几次翻修重建，目前的亭子呢是1920几年进行了一个重修。现在在我们这个正前方有2个比较大的石缸，里面呢是种了一些睡莲吧。好，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是睡莲，里面种了一些睡莲。然后这边左下角呢，这里有一个牌子叫白鹿湾广场。好，现在我们围着这个亭子四周走一圈。这个广场你看，现在有一些家长小朋友来玩。今天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，艳阳高照，然后五一节又是一个非常值得出来旅游的好时间。现在我的正前方就是裴公亭了，待会儿我们要乘一条小路绕道过去才行。这边是一个小的亭子你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一首诗，叫什么？唐代的一首诗叫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厨眠。故收城外寒山寺，夜半真声到客泉。这是唐朝的一位有名的诗人写的一首诗。这个我在语文课文里面学过。学过是吧？好了，现在的话，我们走到裴公亭里面去实地参观探访一下。这是亭子旁边的一侧，我的右手边呢就是益阳的支江大桥以及支江。现在还不是这个汛期，所以水流量不大有一些市民呢在旁边进行一个垂钓。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正门大门。现在我们走到亭子的下方可以远距离看一下这个亭子，它这个修建还是非常非常之精美漂亮然后亭子的左侧下方呢，有一些当地的市民在这里休闲。OK， 现在我们沿着这个水泥路面前往裴公亭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另外一条小道，爬到这个魏公亭。它这个亭子呢，建在一个半山腰上。看它这个亭子是仿那种唐代那种圆形亭子。虽然它有的用的一些材料是现代的，但是它建筑风格还是仿古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建筑。圆形的门这是一个仿古的一个设计建筑。好，我们现在呢看到左手边有2个石狮子，这个以前应该是裴公亭的一个正门，也就是大门和所在地。但是现在前方呢是一条公路，
是枝江大桥的一个接驳线，从这里上枝江大桥。大家看到这个石狮子呢，是左右各一个，右边狮子下面是踩的一个球，左手边呢，安南，左手边呢就是一个母石狮子抱着一只小石狮子。在这个石狮子的后方呢，有一块城建裴公亭记的一个说明，上面写的是据清一统志云这样的一个介绍，上面写的是宰相裴休读收之所在地，也就是宰相裴休在这个地方经常来读书啊、习字啊、休闲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当地人呢给他修了这样一个亭子，所以就叫裴公亭，也就是裴休以前生前所在的一个读书、习字、教学的一个场所。现在近距离拉一下，看看上面写的一些文章，大家可以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认真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裴公亭里面进行实地参观，看看里面都还有哪些建筑。这里这上面写的是张公亭碑廊记，写的是科氏马文亲书。好，现在我们沿着这个楼道往上走，整个我现在这个左手边，整个上面全部都是一些碑记碑文啊，这个是1991年立地的一个碑文，这个是元江的一个写的一首诗，文人墨客写的诗。这个是陶江的文人墨客写的一首诗。这块碑的话就有一些年月了，写的是什么？罄竹渔唱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更上一层，啊，这些都是一些关于亭子里面的碑文。你看这些，你看一路下来，全是一些当地的文人墨客弄的碑文。这个是1991年弄的碑文。那好，现在到我的右手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裴公亭的一个详细介绍啊，这是应该是裴公的一个像，这是石刻像，因为年代比较久远了，看不太清了。爸爸，那里还有一座古树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去拍那个古树啊。这个呢也是对裴公裴休的一个介绍说明。这是画家唐天模先生写生卧游，这个也是关于这个裴公亭的一个碑文。你看这里也是。好，这边呢是裴公亭的一个文物保护碑，但是呢已经脱落了，看不太清了。这边呢也是裴公亭的一个石碑。左手边呢是刚刚安澜说的有2棵古树，这是香樟210年，这一棵树呢是160年，但是这是2022年立的，现在是2025年，也就是又要加3年时间上去。这里的话就是215年，那里就是165年。
现在我们再走到裴公亭的里面去看看，全部是一些碑文。也就是说，整个裴公亭它这个走廊，参观走廊的话，全部都是左右两侧都有一些当地文人墨客镌刻的一些碑文，记载了当地的一些风景，再就是人物、市井以及裴公生前的一些简介、赞誉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这个裴公亭上面有供奉的那个裴修的一个画像，我们走到上面去看一下。现在我们沿着这一个石水泥修的这么一个路，上到裴公亭顶部的亭子，因为里面有裴公裴修的一个人物画像。左右两侧都是用石头搞的一个假山，因为现在在里面在进行一个装修陈修。这上面的古树还是比较多的，200-300年这样的古树，香樟还是比较多的。现在这个面前就是裴公亭了，不高，只有2层。好，我们走到里面看一下。现在下面有工人在下面施工。这个是一副对联。好，现在这里还有金色的神龙。金色的神龙是吧？好，我们走到这一侧，也是有一副对联。现在我这个正前方呢就是裴公亭，下方呢是裴公的一个人物画像。裴公何许人也呢？他是唐玄宗时期的兵部侍郎兼宰相，然后后面因为一些多方面的原因被贬，然后经常经过益阳，也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地方，所以他在这个位置进行这个潜心的进行研学，读书写字，还有是跟当地的一些文人墨客进行一些吟诗作赋。唐玄宗时期呢，又叫元和真心，因为这位皇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他整体来说把唐朝又带入了一个兴盛的时期，也是一位非常勤勉的一位皇帝，叫唐玄宗。他的在位时间是公元778年到公元820年，所以这个亭子呢，经过几次陈修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现在我们沿着这个亭子的后方有一条小路，好，我们走到亭子的2层去看一下。这种楼梯好窄。又窄又陡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古代的这种楼梯又高又窄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裴公亭的2层，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前方这个位置，还算是比较高的一个地方，可以欣赏整个枝江周边的一个风景。在这个上面摆上一张桌子，
在这上面吟诗作赋，下围棋、弹古筝、弹古琴、品茶、纳凉，也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。整个市周围啊，它没有遮挡，算是益阳这边比较高的一个山坡了。这个是2层的一个宝顶的一个设计，没有太多的一些装饰。仓库呢也是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。然后亭子的每个角呢，它用的是凤凰。好，我们现在走下去。好，小心，阿兰。哎，爸爸，这里好像有一只神鹿啊。相传这个神鹿有个故事，裴公在这里读书写字的时候，把这只神鹿给引来了。这只神鹿就陪他来看他写字，听他读书。是的，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美丽的一个传说，叫做仙鹿陪伴裴公吟诗作赋。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啊？雪？不是，爸爸也不认识这个繁体字。这边也是一个香樟树，175年再加3年，178年了。这个香樟树，2个人才抱得住吧。现在我们沿着这个台阶一直往下，现在我看到这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石碑。这首诗是一位叫范景14岁的时候写的，看到吗？叫范景14岁写的一首诗，很有才华，才14岁就会吟诗作赋了。看看这是艺人王维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亭子的另一侧。现在工人都在加紧的进行一个施工，进行一个加固维修。你看这个亭子坐在这个位置，要是微风扑面而来，非常凉爽舒服，冬暖夏凉。下面都是用的那个绿色的琉璃瓦。这边是另外一条小路走上来的。现在我们沿着这个螺旋式的一个台阶往下走，它是一个钢架结构，小心，慢慢走。现在我们走到裴公亭的下方，刚刚我们走了一圈，整体看完裴公亭的话，里面的这种香樟古树有1-20棵，都有100-200年的历史了，非常的多，而且保护的也非常好。今天我们这个裴公亭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好，拜拜。